天津博物馆的哈萨克斯坦文物临展都展出了哪些文物，有什么看点？看完这个视频就全都清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这是刚从晋东南回来啊，赶紧来天博了，因为这边又办了一个哈萨克特展啊，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这。老规矩，先说交通，我们坐地铁到文化中心 K 口下车，然后步行到天博即可。刚到大门口就能看到这个展的宣传海报。根据天博公众号得知，本次展览会持续到明年元宵节，所以我们有的是时间去看。而天博其他展厅的介绍，详见我2023年6月那期天津博物馆攻略，这里不赘述。现在我们直奔5楼。发现去年短暂关闭的玉器展厅，如今已经重新开放了。另外5楼还增加了冰淇淋机，正好冬天看展时可以凉快凉快。言归正传，我们走进黄金武士富饶草原展厅，在门口欢迎我们的是2个身穿铠甲、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士，他们手里拿的不像是武器，倒像是仪仗用具。在正式看展前，我们可以通过墙上的知识展牌来概览一下哈萨克斯坦的历史，然后我们先从哈萨克斯坦的铁器时代开始看起来，这是一个尚武的时代，而代表文物则是一把金铁合铸的匕首。此时武士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水平可见一斑，如果将它挂在武士的腰间，就是眼前这样的画风。另外附近还有一把破碎的剑柄，不知能不能重铸成圣剑奎尔德拉。现在我们正式进入第一单元，也就是早期铁器时代的金人与动物风格，紧随其后的就是一大串动物风格的金饰。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，这边的黄金饰品也多以草原动物的形象为创作原型，比如说这个虎头形圆形柱子就是一个正面冲着我们的虎头，而斜躺的鹿形带饰则是一个侧卧的鹿。再看这个头饰部件，它的最上端很明显就是一个羊头，而其余的黄金饰品其造型就比较抽象，如果不看展牌就不好分辨出是什么动物。再往后是萨尔马泰族的战士复原，这个种族的人曾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于中亚地带活跃。正面看这个战士模型好像是没有头发，其实他这头发都集中在后半部分，这是很多游牧民族的共同发型，细节有差别，但换汤不换药。因为中亚气候较为干旱，所以不那么怕干旱的骆驼在中亚地带是广受青睐，它的形象自然也成为了饰品的重要原型之一。再看这边的其他饰品，虽然他们的珠串看起来造型写意了点，但起码材料是贵重稀有的。有些饰品用的则是狮鹫头的造像，狮鹫本是奇幻世界的生物，反而给了匠人以发挥空间。此外还有整只的铁狮鹫，这就很像我们认知里的狮鹫了。但这些木质的鹿头就没那么大的发挥空间了，因为很多人都见过鹿，如果雕的不像，大家是没法认可的。后面有一匹高头大马，它名叫架子上的填充马，相当于是将古代哈萨克斯坦的战马以及马具做了个立体的展示。下方另有散装部件展示，有些部件还原了草原猛兽的捕猎场景，有些部件长得很像我们的铜带钩。身为草原文明，马具原型中有鹿是再正常不过的，但也有马具是以鱼为原型的，这样的就很稀有，在草原文明的展览中是非常少见的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这句话对古哈萨克斯坦人也是同样适用的。除了尚武之外，他们也很重视祭祀，毕竟打仗不是敲键盘，那是真得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，人说没就没，自然就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来中和这无常的命运。他们祭祀用的青铜斧，时代对应我们的魏晋时期，风格近似于我们的汉代青铜器，外观是偏简约的。后边展出的这些陶器看起来就更偏生活化，像是日常用的瓶瓶罐罐，当然里边也混入了一些其他饰品，有的是当装饰的气氛组，有的是骨头做的勺子，看起来很耐用。看完这些，我们进入第二单元，也就是中世纪的哈萨克斯坦。开头说的是中世纪哈萨克斯坦的崛起与繁荣，但归根到底还是和骑射有着强关联，而古代的尚武精神也被延续到了中世纪时代。看后面的箭头，有些造型很像现在的三棱军刺，这个设计理念倒是很超前。后面的一大批文物都来源于丝路古城塔拉兹。先看这件用粘土做的盖子，推测下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容器，只是现在只剩盖子了。它上面的花纹则像是偏简单的山纹和云纹，并无过多其他纹饰。这件则是一个陶香炉残片，在顶端还能看到灯的残破外缘，灯身则做成了螺纹形，这样拿在手里就不容易打滑了。这边的香炉还有其他造型的，比方说这件就是鸟形香炉，背部留了点火的口，此外还有2个鸟形琉璃灯，而且表层都是上了釉的，看着就华丽多了。这个看着像靴子的其实也是香炉，造型和前边的就全然不同。而这个金属香
香炉就比较像我们的常规香炉了，展牌没说是什么金属，其实不难发现它上面长的都是铜锈，那大概率就是铜合金中的一种了。再看它们的盘子和碗也大都是自带彩绘的，包括这个画了一只鸟的，它其实也是一个碗的残片，这和那些完整的盘子碗一样，都拥有华丽的造型。再看这件陶瓷祭坛，这就是人口稠密地区的副产品。塔拉兹古城之所以人口密集，是因为此处富有金银铜矿，是这些天然的资源催生了经济和移民者，也滋养出了脱产的神职人员。最后看这件陶制大罐子，它下边做成了尖底造型，在中世纪时期地都是泥地，可以随时把它插在地上。如今这造型就不实用了，因为柏油路太硬了，插不动，所以现在这种造型就很少见了。下一批文物来自俄达拉古城，对应我们的宋元时期。当初成吉思汗的使节团曾在此城中被杀，最终激怒了成吉思汗，直接促使他率领大军彻底毁灭了这座古城的一切。这边出土的公羊雕像，我第一眼看还以为是玉做的，其实也是用粘土烧制的，外边想来是挂了釉才有的这样的光感。后面有一件圈足釉面陶釉盘，釉面好理解，什么叫圈足呢？所谓圈足指的就是圆圈形的器物底座，这边展出的盘子碗大都是用的圈足，现在的盘子碗也是如此，这是一个稳定的结构。后面的罐子大都是水罐子，而且是尖底造型，但有的罐子不是用来盛水的，它是盛放谷物或棉花这类干物件的，这小口装了棉花不知好不好掏啊。下面进入中世纪城市化与文化遗产，这边的陶土瓦被加上镂空雕花了，而且这边还出现瓷砖了。瓷砖上的花纹则是以几何图形和花草图案居多。如果把瓷砖铺起来，大致就是这个样式的。博物馆里也做了还原。回头再看刚才的陶土瓦，它们上边的镂空雕花，里外里也还是这两种。看来这类花纹足可代表他们的主流建筑装饰风格了。再往后是塞兰古城，这一面墙上主要展出的是铁木尔硬币和俄达拉硬币，这个不难区分。上边闪亮的银币都是铁木尔硬币，下边颜色暗沉的铜币就全都是俄达拉硬币。后面一个小单元展出了哈萨克斯坦人的室内家具，但不是中世纪的，而是19世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安排到这个位置了，而且只展出了2件。第一件名叫陶器箱，顾名思义是用来装陶器的，而箱体本身则是用木头做的框架，并镶嵌骨头做了装饰。另一件就叫箱子，也是用木头和骨头制作而成的，而放在这2个箱子中间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服饰展示了。女性衣服帽子的特征是上面拥有较多的装饰，看起来比较华丽。男性衣服上没那么多装饰，但腰带是比较抢眼的，上边还别着武器，这是对古老习俗的传承。中间这件是可汗沙帆外套，但我根据这个名字完全查不到资料，只能知道它是由天鹅绒和金银线制作而成的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下面我们进入第3单元，也就是近现代的哈萨克斯坦。看这些20世纪的衣服和鞋子，他们这个造型我们看起来就比较熟悉了，当然也有一些是意外的。看这件基米谢克，也就是已婚妇女的头饰，我知道中亚西亚的妇女是常戴头饰，但我不知道的是她们的头饰摊开之后居然会这么大，后面摆放的则是女性常用的饰品。它下面的展牌说这些材料都是白色金属，根据实际观感判断，这大概率就是银制的。后面这个大家伙是绒毛地毯，是用羊毛编织而成的工艺品。仔细看上边的图案，它把传统的几何图案以及花草图案都给重组融合到一起来了。再往后展示的都是男性的腰带，上面的纹饰是非常密集的，而且画风比较古朴。如果仔细看，发现他们这些以植物为原型的花纹也都是细节满满了。后面还展出了一件金属锁子甲，虽然展牌没有明说它的材料，但横看竖看它的材料也应当是以铁为主，便宜且实用。后面展出的是狩猎用具，这边有前边没见过的捕兽夹子，还有之前未出现过的华丽斧子，但全都是近战武器，却没见到远程武器。再往后是关于马具的展示，如今的马具外形都简约了很多，大都是实用功能第一，装饰功能第二的画风，而且博物馆担心我们看不懂散装马具怎么用，还特意做了个整体展示，一目了然。最后还展出了一个马奶壶，这个造型很特别，我们现在买蒙古的马奶酒也大都是这个造型的皮革瓶子。当然马奶壶的造型绝不止这一种，附近就有更大号造型更复杂的马奶壶，有酒就有肉，这附近还展示了肉类盘子，这样的大盘子一定能装不少肉
够吧。另外附近还有2个碗罩，要是展示牌子不说，我还以为这是帽子了。再往后展示的是一种名叫库布兹的乐器，在古早的时代，它是萨满巫师的用具，一般是师徒间口传心授，音乐和巫术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。如今这个时代的好音乐，同样也有震撼人心的魔力，让人听后久久不忘。只是现在的人们很少往巫术上联想罢了。后一件乐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冬不拉，它的人气更高，在整个新疆省都颇为流行，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它的名字。等将来有机会，我更是要到新疆去听听现场版的演奏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的哈萨克黄金武士特展厅，这边将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进行了从古到今的梳理。因为它是与新疆省接壤的邻国，所以我们也能在新疆发现很多哈萨克斯坦元素。虽说哈萨克斯坦对我们是免签的，但距离我们这边终归还是远了点儿。去趟甘肃都能给我累病了，去哈萨克斯坦那么远的地方，简直想都不敢想。所以我就趁着天博办展览的机会，过去好好看一看，哪怕足不出户，也能看到远方的部分风貌，既能让自己的身心在路上，又能省钱省力省时间。而看视频看到这里的朋友，甚至连被窝都不用出，也能看到我所看的一切，这多是一件美事啊！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